小心点，那个挺危险的，是改良版。魏无羡拿起一块圆形的磁石，漫不经心道：“你们12年都没人试试，能不能改进一下吗？以前那个旗子那么粗糙，太嚣张了。”想骂他。金陵咬牙切齿：“你手里那个是什么？”魏无羡用朱砂在磁石正反两面画下纹路，小心地把它嵌进一块木头中，一边用刻刀雕出刻度，一边说：“风邪盘，以前那个精度不够，我之前就想试试改良，一直没有机会。你不应该在研究怎么转移魂魄吗？”金陵怒道：“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？这怎么能是乱七八糟呢？”魏无羡终于放下手中的工作，义正辞严道：“这都是仙门百家的财富啊，有了这些，业力能省多少事？年轻人不要总想着搞个大事情，先从小的开始，总会慢慢成功的。况且什么？我已经试过了。”他无奈指着一侧七零八落的玉石碎片，本来玉石应该是最佳选择，但你们家的玉都撑不住我的魂魄，再把符文精细下去，稍微一不小心就完蛋，我大概浪费了谁知道多少银子。人总要学会战略性放弃，不要跟个愣头青一样，知道是南墙还老往上撞，懂吗，小朋友？他说完又拿起风邪盘，继续用刻刀修补细节。你，金陵气得说不出话，随便你好了，谁想来看你这狗窝？他转身就走，又顿住脚步，回身道：“我娘喊你参加今晚的家宴，敢迟到你就完了。”师姐叫的。魏无羡眼睛一亮，保证到场。他一激动，手下也跟着一滑，虽然没有影响到纹路，却结结实实的在拇指上划出一道口子。他像是无知觉一样看了一眼那道伤口，随手在伤口上吮了一下止住血，就又继续拿起了刻刀。这个动作太随性，又太熟练，好像他已经无数次的这样做过一般。金陵心忽的漏了一拍，觉得眼前这一幕莫名的帅气，分明汗水与血水，还有各式奇奇怪怪的东西，全部杂乱无章，可放在魏无羡手下，却又都乱得恰到好处，透出别样的潇洒与才气。我想什么呢？金陵在额头拍了一下，冷哼一声，大不离去。答应的倒爽快。他不爽，上一次也满口答应，结果叫他等了12年，脏死了，不守信用的小狗。他小声骂道。兰陵今世向来张扬，喜好华奢之风，平日里一个小小的家宴也要歌舞升平，教人望尘莫及。然而此次魏无羡回归仪式不宜过度张扬，于是家宴便最大可能的缩小了规模，最终参与的人也不过是金子轩夫妇、江澄，再加上一个金陵而已。操持这一切的本应是江厌离，但江厌离几日前感染了风寒，病初愈，金子轩不肯让他操劳，于是便把这事宜交给了金光瑶。金光瑶向来是心思细腻之人，不该说的一句也不会说，金子轩一句话，他便知晓了金子轩的意图。家宴办得并不铺张，地点也选在后花园小荷塘上的浮岛上。宴席上的餐食虽罕见地选择了家常菜，却在细节上下了10成10的功夫。魏无羡打着哈欠摇摇晃晃地走进庭中时，只觉得这家宴安排的处处都透着妥帖，心下不禁感慨金光瑶果然是个极为周全的人。江厌离看起来也满意得很，坐在主位旁抿嘴笑着，见他走进门来，道：“阿羡。”魏无羡扬起嘴角，快步走到江厌离身边坐下来，两腿一翻，整个人向后仰去，又是一个不成体统的坐姿。瞧你这是什么样，还不坐好？江澄一脸嫌弃地坐到他身边，规规矩矩地端起茶杯。你管我？魏无羡对他做鬼脸。江厌离一面笑着，一面又忙着调停。金子轩见状，黑着脸骂道：“你们两个几岁了？能不能有点长辈的样子？”金陵挨在桌的另一边，颇为不屑地扭过了头。听到金子轩的话，江澄和魏无羡如心有灵犀一般一起转过头来翻了个白眼。你们好了好了，江厌离这才插上话，你们几个也都收敛一下，阿玲还在这儿呢，给孩子树个榜样。话音刚落，又是几个侍女拖着金饰雕盘走进来，5个小碟，每一碟上都摆着一块细腻精美的冰品，细白柔软，做成牡丹的形状，散发着丝丝凉意。金光瑶走在最后，又是一张笑脸。他道：“这是最后一道，担心来早了冰品会化掉，
特意等到人齐才送过来。江燕离笑着回道：多谢阿瑶，我很喜欢。金光瑶道：嫂子喜欢便是好的，既如此，就不打扰各位团聚了。他说着，微微欠身便要告退，离开没有几步，就听见身后一阵急促的脚步声。等一下。金光瑶转身，疑惑道：嫂子，还有什么事吗？江燕离小跑一会儿，微微喘了几口，把一只小坛交到他手中。阿素最近身子不爽，这是我刚刚熬的汤，给他补补身子。他道：还有，你也是。金光瑶一怔，最近子轩受伤，事务繁忙，都要靠你来做，不要太累到自己了，偶尔发发脾气也没关系的。